我要让领风组彻底完蛋。听了这句杀意无限的话，深田雪乃的眼波微微一震，随后说道：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漫长的时间以及代价。这倒不是推脱，而是客观现实。在昨天晚上，领风组的秘密基地被毁掉，精锐战斗力伤亡200人以上，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想要彻底覆灭这个东洋的超大型势力，的确需要付出更多。事实上，身为军部上将，深田雄武一直想做的也是这件事情。可想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仅是通过努力就行的。而这时候，一道声音传来：无忌君，请你进来，我有话想单独对你说。原来是中崎奈美，她已经无声地走到了门边，双眼依旧红肿着呢。她的风衣早已经脱了下来，此刻就穿着那黑色的低领口针织衫，以及下摆还未到大腿中段的小短裙，劲爆的身材尽显无余。苏无忌见状问道：你不是睡着了吗？深田雪乃起身朝外走去，说道：你们先聊。苏无忌便来到了房间里，看着小上人那朦胧的泪眼，说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调整情绪，带着仇恨做事情，很容易在关键时刻失控。中崎奈美默默点了点头，然后关上了门，忽然间双膝一弯，跪了下来。你这是要干什么？苏无忌连忙上前要把中崎奈美扶起来，可是后者却直接小臂贴地，整个人呈现出了跪伏的姿态，甚至额头都贴在了榻榻米上。苏无忌说道：你起来说话呢。无忌君，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掀翻整个领风组，我想请求你帮我复仇。中崎奈美仍旧没站起来，泪水从眼眶中流下，进入榻榻米的缝隙之中。苏无忌说道：中崎奈美，你这么做是一厢情愿的为了整个甲贺流吗？他现在其实还挺想趁机挑拨两句的，好让这个心思单纯的上人恢复一些清醒。中崎奈美的实力在整个流派里都是稳坐第一档，可是他对甲贺流的付出与所得到的回报却根本不对等。他为了重振甲贺流雄风做了很多很多，可是却没有意识到那些躲在他身后坐享其成的决策层，譬如中川等人，却一直在担心他功高盖主，夺走所有人的风头。他们在担心，到了那个时候，甲贺流还能叫甲贺流吗？是不是得改名成为中崎流？不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中崎奈美仍旧是伏在地面上，声音微颤地说道：那些从华夏请来的厨师都已经成为了我的朋友，他们今天早晨还在讨论怎么样能把蟹粉小笼做得更好吃。那些死去的服务员都是我的小师妹，他们都已经通过了下人考试，甚至有2个快要晋升中忍了。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生命就此消散。他并没有提那个叫中川的男人。苏无忌没有再扶中崎奈美起来，而是干脆盘腿坐在他的对面，说道：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接下来甲贺流远在海外的那些决策层可能会把事情的主要原因归咎到你的身上。对于现在的中崎奈美来说，这句话多少显得残酷了一些。但甲贺流目前根基尚未稳固，某些决策者便敢直接威胁中崎奈美。苏无忌甚至可以确定，要是等他们一统东洋武道界，怕是第一个就要把刀子捅进中崎奈美的后心。苏无忌摇了摇头：你不用求啊，我们是朋友。不，我知道这件事情充满了危险。中崎奈美说道：领风组的实力雄厚，甚至可能有西方背景势力的支持，就连深田雪乃都认为颠覆他们不是一日之功。
顿了顿，他又眸光清敛，说道：而且我很清楚，严格说来我们算不上朋友，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为我做那么危险的事情，所以……钟崎奈美忽然站了起来，双手抓住了景深针织衫的下摆，直接掀了起来。当苏无忌意识到他想做什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阻止了。钟崎奈美直接把针织衫丢在了地上，单手在背后一借，啪嗒，那件贴身的衣服直接被弹开了。电视机前不知道多少宅男梦寐以求的真容，就这么毫无保留地出现在了苏无忌的面前。双方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米，似乎只要苏无忌一抬手，就能把这东洋小明星抓在掌心里。不过严格来说，单手还抓不住。眼前的风景极美，钟崎奈美的状形特别好看，而且在她这个年纪，地心引力还没法构成任何的影响，这对于苏小初来说，视觉冲击相当强烈。你这是在干什么？苏无忌说道。钟崎奈美没说话，双手已经抓住了短裙的边缘。别这样。就在钟崎奈美准备弯腰脱掉下半身的2件衣服的时候，苏无忌终于上前抓住了她的双臂，制止了接下来的动作。不，我要表现出我的诚意。钟崎奈美还想把裙子往下拽。接下来的事情太危险了，我要求你帮我报仇，却给不了你任何有价值的回馈，只有我自己，只要你不嫌弃。我嫌弃？苏无忌连忙说道。啊，真的吗？钟崎奈美愣了一下，随后立刻说道：可是我的身材很好的，你全部看完之后肯定不会嫌弃的，尤其是……说着，他的手臂继续往下使劲。可由于这个动作，没戴口罩的小奈美都和苏无忌的胳膊紧紧相贴了。这傻了吧唧的小上人居然还想证明自己。停！苏无忌连忙喊道：我不嫌弃不嫌弃了，行了吧？你快把衣服给穿上，你要是再脱，我就绝对不再帮你报复领风组了。在东阳，曾经有人搞过宅男女神的评选，当时还是歌星的钟崎奈美，居然战胜了一众写真女性，稳稳地进入了前10名。一听了这句话，钟崎奈美立刻停下了动作。苏无忌从地上捡起那件紧身针织衫，直接胡乱套在了对方的脑袋上，而钟崎奈美居然还很配合地伸了胳膊。然而在把这衣服的下摆拉下来之后，苏无忌变得更不淡定了。毕竟贴身的那一件此刻还落在钟崎奈美的脚边呢，对方此刻是真着空的，所有火辣的线条都被这黑色紧身针织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反而比什么都不穿更具吸引力。钟崎奈美这身材真的是老天赏饭吃。你清醒一点啊！苏无忌拍了拍自己的脸。钟崎奈美看着对面青年的动作，随之愣了愣。我说的是你给我清醒点。苏无忌反应了过来，又往前跨了一步，拍了拍对方的脸。这劲儿虽然不大，但也是啪啪作响。我很清醒呀。钟崎奈美说道。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个屁！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是不是如果我不答应，你也要用这种方式去求别人，求黑水公司，求重情局？他们巴不得把你吃干抹净呢，蠢货！说着说着，他是真生气了。妈的，就钟崎奈美这做生意的鬼才，还想着用自己的身体去跟别人谈交易，这不亏到姥姥家去了。钟崎奈美眸光轻垂，说道：我从来没想着去求米国人，我只想求你来着。随后他抬起头来，看着生气的苏无忌，忽然问道：你很担心我去求别人吗？
苏无忌伸出手指，重重戳了一下中崎奈美的脑门。如果你敢用刚刚对我的方式去求别人，我会对你很失望的。我永远也不会再和你打交道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中崎奈美的心中明显有些感动，眼泪不自觉地又涌出来了。她抹了一把眼泪，深深一鞠躬：谢谢你，无忌君。由于这针织衫是低领口的，哪怕是紧身的布料也束缚不住里面的重量，这一鞠躬几乎露出来一大半了。苏无忌看了两眼，没好气地丢下了一句：穿好衣服。然后他直接走出去，把移门重重关上了。苏无忌径直走到了卫生间，用凉水不断地洗着脸。本来都打算覆灭领风组了，自己浑身已经杀气腾腾，可这小上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出，搞什么啊搞？洗完了脸之后，苏无忌清醒多了，他理了理自己的思路，随后打开手机发了几个消息出去。与此同时，远在欧洲，超级黑客艾米拉正看着自己的电脑屏幕，眼睛里闪过了兴奋的神采。他对房间里的其他几个人喊道：暗引来消息了，让你们东阳集合。这几个人里，其中一个就是崔西。他一边打着手机游戏，一边说道：我们为什么要听影子的？他又不是老大，天天对我颐指气使，把本天王都当成他的小弟了。哎，对了，艾米拉，给我订机票的时候千万不要订头等舱啊，我要坐经济舱，但必须是空姐对面的位置。此景，深田雪乃已经走了出去，来到了庄园中最大的一处和风建筑中。这建筑面积要超过了1亩地，可就像是个超级夸张的大号凉亭，整体没有任何墙壁，只有四周和中央的木质支柱支撑起巨大的悬山式房顶。在这建筑的中央，有着一个东洋传统的着服台，类似于华夏的矮腿茶桌。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任何家具。在矮桌前面跪坐着一个穿着黑色和服的男人，正是东洋军部上将深田雄武。深田雪乃走到了矮桌旁边，伸出手拿起茶壶，给茶杯里填满了茶水，随后静静站在一边，没有多言。深田雄武低头喝着茶，没有抬眼看女儿，而是问道：你出来干什么？深田雪乃说道：中崎奈美有话想要对无忌单独说，我回避一些。深田雄武把茶杯放下，那陶瓷和桌面碰触，发出清脆的声响。除了深田家族之外，苏无忌绝对不能和东洋其他势力产生太亲近的关系，也包括甲贺流在内。深田雄武抬起了自己的眼睛，极具压迫力的目光从其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是唯一。雪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华夏首都时间晚上7点20。岳冰凌平时都在单位忙到凌晨，难得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家里。听说妹妹回来了，从东洋结束了汇报工作的岳童宇也把回国目的地从宁海改成了首都。岳国泰今天回来的也挺早，一家4口难得可以凑齐了吃顿饭。以老岳和谢慧丽的习惯，老两口要是有时间在一起吃晚饭，肯定会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现在的几个著名播音员都是谢慧丽当台长的时候亲自选进台里的，每次看新闻，她都会提起这几个播音员年轻时候的糗事和八卦，听得岳童宇耳朵都要起茧子。这时候正好到了播放国际新闻的时候。第一条就是东洋首都上午发生特大爆炸案，死亡89人，受伤164人，其中有28人重伤，正在抢救。其实
这条新闻早就已经在上午传遍全世界了，整整一天都挂在新闻热搜榜的首位。华夏的外交部门甚至已经发出了慰问，只是谢慧丽平日里很少上网，此刻才得知消息，被惊得手一抖，筷子差点掉在了桌子上。我的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谢慧丽看着那被夷为平地的小半条街道，这是煤气管道爆炸还是恐怖袭击？新闻里其实并没有给出最终答案，但无数人都本能地把事情往第二个方向去联想。岳国泰淡淡说道：煤气管道爆炸成这样的可能性不太大。老岳早就大概了解到真相了，只是一贯说话比较严谨，对待家人也是一样。岳冰凌看了电视屏幕一眼，随后低着头继续吃饭。岳彤宇问道：冰凌无忌还在东阳呢，我打了他电话，他没接，发了消息也没回，不知道是不是有危险。岳冰凌的眸光清敛，他回我消息了，目前平安。岳彤宇的眉毛一挑，那他怎么不回我？岳冰凌想着那被自己手指所挡住的一吻，面部的冰冷线条难得变得柔和了一些。我和他的关系跟你不一样。这大总裁感觉自己就是个多余的。谢慧丽问道：无忌就是之前救了冰凌的那个小苏吗？他现在也在东阳。岳彤宇早就把苏无忌跟老妈推荐过了，他巴不得自己这毒蛇妹妹早点嫁出去呢。岳彤宇立刻补上一句：可不是嘛，还跟冰凌一起泡温泉呢，俩人那叫一个般配。谢慧丽的眼睛里涌出了八卦之色，听到了女儿的事情，她直接把刚刚看到的东阳爆炸案抛之脑后了，连忙问道：冰凌，你哥说的是真的吗？岳冰凌的语气非常平静，说道：泡温泉而已。岳彤宇呵呵一笑：何止泡温泉，冰凌当时还穿着泳装呢。妈，妹妹这次都跟无忌住同一间房了，一直瞒着你呢。岳冰凌把筷子放下，淡淡道：我跟他打了一整夜的仗。岳彤宇的笑容浓郁了起来，拖长了音：哦，打仗啊，我懂的。你懂个锤子。岳冰凌扭头看向一脸八卦的老妈：妈妈，岳彤宇带了一个漂亮秘书去东阳，你不如问问他有没有把人家的肚子搞大。谢慧丽立刻看向了儿子，没好气地问道：彤宇，我让你把清河带回家里来，你什么时候能办到？岳彤宇顿时面色发苦：妈，可能办不到了，我最近和清河都没什么联系。听到了龙清河这个名字，岳冰凌忽然想起山本公子对自己说的那句话：你可能不是他的唯一。于是眸光又轻轻垂了下去。谢慧丽并未察觉到女儿神态的异样，说道：那你跟那个小秘书究竟是玩玩而已，还是认真呗？岳彤宇咳嗽了好几声才说道：妈，我目前追不到清河，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那就是玩玩而已了，还把锅甩到了龙清河的身上。谢慧丽举起筷子就要打，岳彤宇连忙偏头躲开。他很想告诉老妈，导致自己追不到龙清河的罪魁祸首就是妹妹的意中人，可思考再三，为了防止兄妹感情彻底破裂，岳彤宇还是强忍了下来。然而谢慧丽却说道：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始乱终弃的渣男儿子？岳彤宇：妈，男人都这样。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老爸也在场呢。不过岳国泰却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爆炸事故画面，摇了摇头，把话题拉了回来。冰凌，小苏接下来要面承受的压力挺大的，你明白吗？突然遇到这样的提问，
岳冰凌稍稍愣了一下，他没有选择立即回国吗？岳国泰的身体微微前倾，看着自己的女儿说道：如果这一场爆炸来自于东洋的第一大黑帮，那你是希望他回国，还是希望他站出来？岳冰凌还没开口呢，岳童宇就抢先说道：当然回国了，苏无忌独自一人留在那边多危险，这又不关他的事情，爆炸又不是在华夏本土发生的，没必要当这个英雄。其实岳童宇的看法也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但岳冰凌却直接开口，语气非常认真。但是这关乎于人道主义。岳童宇闷闷说道：好好好，是我不如你们伟光正行了吧？岳国泰看着自己的女儿说道：冰凌，我知道，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站出来。岳冰凌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直接起身拿起外套，走到门口开始换鞋了。岳童宇喊道：你去哪里？饭都还没吃完呢。岳冰凌头也不回地说道：让宋局安排飞机，我去东洋支援。需要你支援个毛线？岳童宇没好气地喊道：你今天才刚回到家啊，就不能稍微休息2天？岳冰凌的语气冷冷淡淡：不用你管。岳国泰看着他的背影，老眼里满是对女儿的爱怜，轻轻一叹道：东洋倒是不必去，你在国内一样能支援他。岳冰凌看向自己的父亲，没吭声，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邓红宇一案，由你来协助鹤鸣。岳国泰说道：你能搞定这件事情，对小苏也会形成很多助力。调查邓红宇就能帮助到苏无忌。岳冰凌一时间没理清楚这其中的因果联系，但毫无疑问，此案就是他必须要介入的。好，谢谢吧。岳冰凌转身走了出去，丝毫不在意自己即将迎来的狂风骤雨。餐厅里，谢慧丽重重地打了老伴儿的胳膊一下。你这么危险的案子，为什么要交给冰凌？你不顾自己女儿的安危了吗？万一有人对她动坏心思怎么办？岳国泰摇了摇头，表情之中没有担忧，但也有着凝重。能怎么办？她是我岳国泰的女儿，我走过的路，冰凌也得走一遍。岳童宇叹了一声，他虽然经常被妹妹怼，但显然还是很关心对方。冰凌的性格本来就不怕危险，但现在又搭上了无忌，未来的路不知道有多辛苦。谢慧丽擦了擦眼角，没再说什么，转身看向了电视。新闻联播里关于东洋特大爆炸案的播报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在报道着罗尔斯与乌塞尼亚之间的战况。岳童宇为了防止老妈难受，立刻换了个话题。这2个国家打了那么久还不停火，咱们不派人介入一下吗？岳国泰看了看新闻，随后边吃边说道：有人在后面一直干涉，自然停不了。事实上，新闻里的那些战况，早在半天之前就已经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了。岳童宇说道：我倒是有个提议。岳国泰看了看他，说道：你想要把小苏派过去吗？岳童宇笑道：不行嘛，以他瞎搅和的能力，到了那边五角大楼和中情局的那帮人全部都得吃瘪。岳国泰沉吟道：东亚这边还没理顺，不着急。其实岳童宇并没有妹妹口中那么不堪大用。老岳现在经常都会跟儿子以闲聊的方式商量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谢慧丽有些微微的吃惊：你们在说什么？要让小苏去深度参与罗乌战争？岳国泰笑着看了自己的老婆一眼：只是一种假设而已，我有就是而摘。谢慧丽加重了语气：假设也不行，冰凌还没有嫁人呢。我跟你们说，
谁要是敢再提把小苏派到那边去的事情，谁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呢。此时岳冰凌亲自驾车驶出了院门，在他从某个路口开过去的时候，一台黑色的商务车也缓缓启动。坐在商务车后排的是2个女人。公子，我们俩都猜对了，冰凌还是出来了。左边座位的女人说道，她正是曾经出现在天际中学食堂里的那类。当然，这个女人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苏无忌的母亲，真名白红颜。只是知道她真名的其实还是少数，曾经的那个外号可比真名要显赫多了。在刚刚车上聊天的时候，白红颜已经判断出来，岳冰凌今天晚上肯定会出门，似乎就连岳国泰对女儿说了什么话，他都猜了个差不多。很好的女孩，我很喜欢她。右边座位的山本公子望着前方的车尾灯说道，他对无忌的心思其实很坚定。那你当时怎么不把镯子给他？白红颜问道。我想让他再坚定一点。山本公子说道。毕竟苏家的媳妇不好当。白红颜却笑了笑。哪有那么难，挺好当的。山本公子轻轻摇头。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像你一样的大智慧以及奉献精神，你为他这些年所做的事情，我远远比不上。白红颜微笑道。难以置信，这居然会是山本大小姐能说出来的话。山本公子的声音平静。在苏瑞身边，只有你是无可取代的那一个。白红颜摇了摇头。公子，你错了，对他而言，每一个人都无法替代。而这个时候，2台黑色的大众途观忽然从侧面加速超过了这台商务车。随后这2台车追上了岳冰凌的轿车，一前一后将他的那台车子强行夹在了中间。此时还不到晚上8点钟，对于首都来说还算得上是车流量的高峰期，而这2台车居然能公然将岳冰凌的车子前后夹击，要么是胆子太大，要么是等不及要动手了。白红颜并不意外，似乎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看了看山本公子的侧脸。你来还是我来？山本公子说道。你的地盘你来。此时的岳冰凌紧紧把控着方向盘，以极高的频率看着后视镜，眼睛里流露出凝重的光。显然他已经发现了情况的不对劲。前后2台车子把他夹在中间，把时速已经压到了50公里以下。无论岳冰凌加速或是减速，都会与这2台车相撞，而旁边的车流量不少，他短时间内找不到空间来超车。宋局，我被跟踪了。岳冰凌立刻把电话打给了宋鹤鸣。宋鹤鸣沉声说道。汇报位置，我安排行动组支援。岳冰凌说道。北直门高架桥中段，往调查局方向，现在堵车了。此时前方发生拥堵，车子已经不得不停下来了。导航地图显示，这一条高架路已经变得全红了，想要疏通拥堵路况，预计还得20分钟。岳冰凌把手伸到座位下面，掏出来了一把手枪，面无表情地打开了保险。而这时候，白红颜和山本公子所在的那台商务车距离这边还隔着20几米。那2台大众里面的人已经等不及了，车门纷纷打开，从里面走下来了6个黑衣男人。这几个人个头不高，全部留着平头，右手全部放在外套衣襟里面。显然他们的手中要么握着匕首，要么握着枪。而看这西装鼓鼓囊囊的样子，
里面藏枪的可能性明显更大一点。周围车流量这么大，居然敢直接强行动手，这些人看起来确实是狗急跳墙了。岳冰凌极为冷静，眼眸之中一片冷光，就连呼吸的频率节奏也已经非常平缓，整个人的临战状态和紧张急促完全不搭边。他的手枪放在车窗下，手指压在扳机上，随时准备抬手击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一台车的车门忽然打开，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了。此人极为强壮，身高2米多，手上拿着一根粗长的甩棍。见到此景，岳冰凌的眼中陡然闪过了一抹惊喜的光亮，竟然是小庞。他居然从灵州赶到了千里之外的首都。小庞这一露面，简直像直接来到了矮人国。那6个黑衣男人的个头还不到他的胸口。他二话不说，直接动手，手里的特制甩棍已经猛然抬起，自上而下，重重砸在了一个黑衣男人的后脑勺上。砰！这家伙正准备掏枪对付岳冰凌呢，脑袋外面顿时发出了一声闷响，白眼一翻，身体瞬间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如果仔细查看的话，他的后脑勺已经瘪下去一块了，鲜血瞬间涌出。小庞的动作不停，棍子随后重重砸在了旁边黑衣人的后颈上。咔嚓！这家伙直接被砸成了歪脖子，那一节颈椎怕是被当场砸成了粉碎性骨折。受此重击，此人的下半身立刻失了劲，大小便瞬间流了一裤裆。挨了这一下，就算是事后还能醒来，也是高位截瘫的下场。小庞这2下一共也就花了2秒钟，在被砸趴下2个同伴之后，剩下的4个黑衣人才刚刚反应过来。他们立刻转身要对付小庞，可是后者直接抬起一脚，那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家伙被干脆利落的远远踹下了高架桥。小庞的这一脚本来就是极重，这个黑衣人的胸骨几乎被全部踹断，脏腑当场内出血，再加上这起码20米的落差，此人重重摔在路面上，抽搐了几下便不动弹了。而紧随而来的大货车根本看不清楚这突发的状况，轰隆隆的从这家伙的身上碾压了过去，死得不能再死了。随后小庞的3记棍子又把剩下的3个人全部砸晕。对付这种普通打手，庞爷跟砍瓜切菜没什么两样。他做完了这一切，根本没有半点寒暄的意思，只是对岳冰凌的车子微微点了一下头，便径直回到了自己的车子里。而驾驶位上坐着的居然是小庞的徒弟王大洲。此时这条路还在拥堵中，岳冰凌下了车，把警灯放在了自己的车顶上，在所在的车道前后拉了一小段警戒线。随后他走到了小庞的车子旁边，敲了敲车窗。老板娘，你好。小庞打开车门下车，瓮声瓮气地说道。王大洲下了车，啪的一个立正，右手敬礼，跟着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安保队长王大洲向老板娘问好。岳冰凌的眸光微微一明，一股异样的感觉随之涌上了心头。是你们老板让你们这么喊我的吗？他很确定这种异样的心情绝非反感。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喊。小庞说道。本来肖经理安排我们去东阳支援老板，可是老板却一定让我们来到首都保护岳小姐。他在电话里的原话说，如果小玲玲掉了一根头发，小庞，你这辈子就别想再当男人了。王大洲从旁边插嘴道。是的，老板说了，
如果岳小姐的皮肤稍微破点皮，就把我们整个安保队全部拉出去，脱裤子弹钉钉，弹满1个小时。虽然觉得这惩罚有些荒诞，但此刻他的面部线条已经无比的柔和了。这种被人隔海惦记的感觉，是他以往不曾体验过的。他这人也真是的，怎么怪到你们头上来了？岳冰凌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了某个角色，唇线微微翘起，唇角已经罕见地勾勒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弧度。我下次要好好说说他。虽然脚边还躺着几个人，可是今天晚上的夜色怎么会这般迷人？这感觉就像是香醇的酒，刚刚入喉，周身便已经被干冽和清香填满。小庞说道：谢谢老板娘给老板吹枕边风。岳冰凌，枕边风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王大洲说道：老板和老板娘肯定会同床共枕，在床上咬耳朵说的话就叫枕边风。什么同床共枕咬耳朵？岳冰凌的耳根已经开始热了起来，他轻轻摇了摇头。算了，这不重要，今天多谢你们了。老板娘，您快上车吧，我们继续保护您。王大洲说道。好。岳冰凌没有再纠正他们的称呼，而是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他的眸光时而温柔，时而复杂。岳格格忽然想到，或许旁边车上的这俩直男见到别的女人也是会这么喊的。以苏无忌的超强吸引力，皇后酒吧的老板娘肯定不可能只有一个。但岳冰凌不确定的是，如果有一天他们见到自己不再喊老板娘了，那么自己会不会感觉到失落？一时间，岳格格有些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具体形容自己的心情，但肯定是高兴和轻松居多一些。他重新发动了车子，只不过在开车之前拿出了手机，给苏无忌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谢谢你，苏老板。手机那端的苏无忌似乎并没有从这称呼里看出岳冰凌心情的玄机，他笑呵呵地回了一条：小玲玲，你跟我客气什么？要是那几个家伙敢表现不好，我阉了他们。牛 A。 盯着屏幕1分钟，岳冰凌才反应过来，那最后的3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流氓。他双颊微热，轻轻说了一句，随后轻轻踩下了油门。后方的那台商务车上，山本公子把目光收回来，看着白红颜。所以你的安排就是什么都不做，厉害。白红颜轻轻笑道：因为我预判了无忌的预判，也就没必要多做什么了。这句话莫名勾起了山本公子对于一些往事的回忆。的确，没有人比你更懂得四两拨千斤。白红颜笑着说道：主要是我喜欢偷懒，能省事就尽量不费事。山本公子说道：无忌的智商和思维真的太像你了。白红颜没再讨论这个话题，而是伸出了手，轻轻拉住了山本公子的手。难得回华夏一趟，这次多住些时间吧。山本公子直接看穿了这句话的真意，也是难得的浅浅笑了一下。军师要是没有你，他这后宫得乱成什么样子？白红颜轻轻摇头：其实有今天，这还算和谐的局面，每个人的牺牲都很大。山本公子说道：心甘情愿罢了，谈不上牺牲。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现在无忌的身边还缺一个你这样的角色，有人选吗？有，但不着急，还得等那丫头再成长成长。白红颜说着，随后又摇了摇头，微笑道：
其实有时候我不想对无忌的事情插手太多，但你们对他可比我这个亲妈上心多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做点什么，防止亲儿子被你们这些小妈给抢走了。山本公子也笑了，眸子里难得出现了一线温馨感。无忌6个月的时候在东阳住的那1个月，可是我喂的他，你那时候奶水不足。这种母性的光在年轻时期的山本公子身上可绝对不会出现。白红颜的笑容立刻消失，一攥拳头。山本公子，说好的不争不抢，你现在连这点小事也要分个胜负，还我奶水不足你就足了，看你瘦的，你也没比我强多少嘛。此时车子已经下了高架，前方路段便是前往郊区，也没那么多车流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前方阅兵陵的那台轿车忽然间一个迅猛的掉头，直接逆行，重重顶在了这台商务车的车头上，将这台车生生逼停。要是撞击力度再大一点，气囊就要爆开了。阅兵陵开门下车，端着手枪走到了第2排，重重一脚踹在车门上。跟着我那么久，开门下车，否则就地击毙。说话间，他手中的枪已经隔着车窗瞄准了白红颜的头了。看着车窗外的枪口，车内的气氛瞬间陷入了安静之中。白红颜这还是在华夏第一次被人用枪指着脑袋。他轻轻揉了一下太阳穴，说道：如果车门被踹坏了，就让这丫头修。山本公子有点忍俊不禁，而阅兵陵看到这边没有立即开门，干脆直接抬起一脚，重重地踹在了车玻璃上。车玻璃完好无损，这让阅兵陵立刻紧绷起来。小庞的车子这时候也已经停在不远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立即开门下车帮老板娘的忙。紧接着车窗被放下来，阅兵陵便看到了那张绝美又写满了智慧与故事的脸。这玻璃是防弹的，踹的脚疼不疼？白红颜微笑着说道：跟了我一路了，下车。阅兵陵冷冷说道。只不过他的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因为他发现面前这个女人似乎有点眼熟，但月格格又很确定自己绝对没见过她，立刻下车。阅兵陵举着枪又冷冷喊了一声，紧接着他的目光便是狠狠一凝，因为车厢里的光线比较暗，在此之前他都没有看清楚坐在里侧的那个人的长相，可现在对方稍微往前倾了倾身子，使得月格格一下子看清楚对方长得是什么样子了。坐在第2排里侧座椅上的女人居然是山本公子。公子阿姨，没想到是你。阅兵陵一时语塞，手中的枪立刻放下来了。山本公子看到这丫头手足无措的样子，笑了一下。我们不放心你，于是想顺路把你送到调查局。阅兵陵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儿，他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了似笑非笑的白红颜，问道：公子阿姨，那这位姐姐是？这句话刚刚问出口，阅兵陵便反应了过来，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简直脑子短路了。山本公子在飞机上都说了，他和无忌的老妈关系很好，而眼前这位姐姐和苏无忌的长相有3分相似，怪不得自己之前一见面会产生这么强烈的熟悉感。对方这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姐姐，不，阿姨好。阅兵陵的脑子都一片空白了。你喊我姐姐我还挺高兴的，但乱了辈分了。
白红颜打量了一下岳冰凌那张年轻的俏脸，轻轻笑道：冰凌，咱俩这第一次见面，你就用枪指着我的头，还挺有意思的。岳冰凌觉得自己闯了祸，俏脸都变得滚烫滚烫，说道：阿姨，我没往这方面想，还以为是有人在故意跟踪我。要是岳童宇在这儿，肯定会觉得简直开了眼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性子不讨喜的妹妹表现出如此局促不安的模样。妹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现在居然还会紧张。今天这一场见面，确实是稍微早了一点。白红颜微笑道：我知道你初次见我有点放不开，所以咱们也不用深聊，你就在前面开车，我们跟在后面。放心，今天只是个意外，不算某种身份的正式见面。岳冰凌现在还觉得自己身处云端，他听了这话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好的，阿姨，我先开车。坐进了驾驶室，岳冰凌还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懵懵的，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强烈的不真实感。今天怎么就突然见了家长了？自己和无忌连接吻都没有，之间的关系八字还没一撇呢。接下来岳冰凌心不在焉，开车的时候明显有些走神，甚至还不小心闯了个红灯。后面的一台商务车上，山本公子说道：你怎么不让他上这台车？白红颜笑了笑：对于冰凌来说，这还不是时候，等他想明白了，会主动来找我的。山本公子：也是，我们太心急了。白红颜拍了山本公子的大腿一下：还不是你总是替无忌着急，不然我怎么可能那么早就来见这丫头呢？得把选择权交给她，咱们不能给压力。等到了调查局门口，岳冰凌停下了车，对着两位绝美阿姨所在的这台车挥了挥手。商务车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两位阿姨，请上楼喝杯茶吧。岳冰凌说道。他还是很局促，很紧张，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心中对于这两位长辈护送自己的行为充满了感动。而且单看他们的容颜，自己实在没法把他们和长辈这个词给联系起来。白红颜开门下车，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说道：冰凌，我理解你的纠结，感情这种事情是你和无忌才能做主的私事，希望我们这次的意外碰面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压力。不会有压力，挺好的。一听到对面提到了苏无忌，岳冰凌终于稍微理清了一些思路了。他解释了一句：我本来想立刻返回去东阳帮无忌的。白红颜听了这句话，面部线条柔和了许多，随后又正色说道：冰凌，东阳对你来说太危险，你一定不能去，知道吗？这句叮嘱让岳冰凌不禁感受到了如家一般的关爱。他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阿姨请放心。放心不？冰凌，你的身上确实还有让我不放心的事情。白红颜说道。啊！听了这句话，岳冰凌一下子便紧张了起来。她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惹得未来婆婆不开心了。怎么自己也觉得对面这位一定就会成为婆婆呢？阿姨，我哪里让您不满意了吗？岳格格抿了抿嘴，颇为忐忑地问道。说不上为什么，面前这位绝美的阿姨虽然一直面带微笑，似乎很有亲和力，不像山本公子那般有些许的距离感，可是岳冰凌还是能够从她的身上感受到清晰且强大的压力。因为你太辛苦了，对自己太苛刻了。
白红颜转头看了看夜晚仍旧灯火通明的调查局总部，说道：不能太拼，记得多休息，身体是自己的。山本公子在一旁补充了一句：也是无忌的。岳冰凌愣了愣，就因为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才让未来婆婆有此一言吗？随后一股混合着羞意的暖流从她的心底涌出。我会的，请两位阿姨放心。好，那就好。白红颜说道。等你有空的话，咱们一起喝茶。岳冰凌点点头。谢谢阿姨。等两位绝美的俏阿姨上了车离开，岳冰凌还站在门口发呆呢。人都走远了，岳处长的魂儿还没回来呢。一道声音响起，居然是宋鹤鸣。宋局。岳格格被吓了一跳，这是他第一次在宋鹤鸣面前有些结巴了。你刚从东阳回来，已经那么晚了，不用你帮忙，回去休息吧。宋鹤鸣笑着说道。他红光满面，嗓门比平时要大一些，一张口还有很明显的酒味儿。岳冰凌回过神来说道：宋局长，我爸说让我协助你调查邓叔叔的案子。宋鹤鸣摆了摆手说道：即便是调查也不需要在今天，这案子已经拖了10年，不用那么着急。可是邓叔叔受了那么多苦。岳冰凌说道：我想和他聊聊，快点找出真凶来。宋鹤鸣笑道：红鱼已经被我喝趴下了，你要问他，得等他醒酒。岳冰凌说道：可是刚刚在路上攻击我的那些人。宋鹤鸣说道：那6个人死的活的都带回来了，等他们清醒了，调查组就开始审问。岳冰凌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说出了心中的疑问。宋局，就算是不等审问结果出来，你也已经有答案了，对吗？宋鹤鸣并没有正面回答。虽然首长同意让你介入此案，但我坚持认为有些事情由我们这一辈来承担就好。他随后拍了拍岳冰凌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冰凌，你还年轻，应该去谈恋爱，去体会爱情，甚至是为爱的人生个孩子，陪伴孩子长大。毕竟有些事情错过了，就再难回得去了。说完，宋鹤鸣便转身走了回去。岳冰凌莫名觉得今天宋局长的背影透着一股萧索与孤单之意。岳冰凌回到了办公室，站在窗前发了会儿呆，忽然想起来什么，随后立刻打开手机的小某书 APP， 输入了自己的搜索关键词，想要找到答案。看了半个小时，岳格格不禁眉头微皱，觉得还不如查案子来得更直接。而她的搜索关键词是如何与既漂亮又聪明的婆婆相处。于是岳冰凌搜出了一堆署名为某某的帖子，这些帖子里的答案都很消极，大概是这样的婆婆注定很强势，绝对不可能和谐共处，姐妹婚后有苦头吃了。这样婆婆生出来的儿子一定是妈宝男，婚后还有数不清的麻烦事儿，只有伏低做小，忍气吞声，除此别无他法。过来人劝姐妹早分早离，这样的原生家庭只会拖累你，咱们女人就该独美。姐妹，在嫁进门之前一定要说清楚，要让孩子跟你姓，如果婆婆不同意，拿起桌上的水泼她脸上，问问她为什么背叛了自己的性别。岳冰凌摇了摇头，揉了揉眉心，把所有帖子关掉，卸在了这个 APP。 与此同时，领风组总部大楼门外挤满了想要采访的记者，乌泱乌泱的起码上百人。毕竟现在东阳的舆论势头已经被造起来了，很多人都认为这场惨烈的爆炸就是领风组所主导的。
国际上甚至因此而生出了一些要把领风组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声音。只是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和领风组勾结颇深的东洋官方不可能立即采取行动，国际反恐部队也受限于此，不能直接派兵到东洋本土。苏无忌就站在记者的人群中，盯着从大楼里面涌出来的打手队伍。他面带微嘲的表情，在手机屏幕上点了个发送按键。于是黑暗世界的论坛上，一个帖子被发了出去。帖子的内容是一张照片，拍摄的正是领风组的总部大楼。照片下面还配了一行字：反恐只需要名单，不需要证据。署名游侠暗影。此时在白红岩的那台商务车上，山本公子接了个电话，随后说道：你儿子出手了。显然虽然人不在东洋，但他对岛国所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白红岩抿嘴一笑：以你疼他的程度，你才像是他亲妈。山本公子：这次你不帮忙？白红岩笑着用之前对方的那句话回了过去：你个地盘，你来。反恐只需要名单，不需要证据。这个帖子一经发出，顿时一时激起千层浪。早晨的爆炸事件，全世界都在关注着。由于深田家族的造势，使得很多人都本能地认为，此事就是领风组为了报复甲贺流而干出来的。当然，事实确实如此。很多记者已经专门去了领风组的秘密基地，看着其中的千疮百孔，他们便已经明白了这里和爆炸案的因果联系了。所以苏无忌这次直接拍出了领风组总部大楼的照片，再加上他所配出来的那一行字，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太霸气了！最近这位神通广大的影子已经接连搞出了好几次大事了。上次在华夏弄死了杜卡罗组织的全球总教官博扬，前2天又跟雷蒙情报局的考克斯少爷闹了一场，这一次居然要直接硬干东洋第一黑帮领风组，西方黑暗世界的目光因此纷纷投向了东亚。东亚最近这么热闹的吗？影子这是要把西方黑暗世界的分部直接开到亚洲去啊！要不是最近手头姐姐居，我都想飞去东亚替影子天王现场助威去。自从录音被发上了论坛之后，考克斯最近好像没什么声音了。雷蒙情报局是不是已经从东亚铩羽而归了？也不知道那27亿美金有没有从暗影天王的手里要回来。如果要回来了，雷蒙情报局应该会发个帖子来证明一下吧。呵呵，现在这情报局就是个笑话。上次的所谓直播也是他们的官方账号被盗了号，这群人的调查能力这么差，谁还要高价买他们的情报啊？网上的讨论非常热烈，虽然都是在聊影子，可居然一大半的帖子都是和雷蒙情报局有关。与此同时，雷蒙情报局也在忙碌着，技术部门已经第一时间定位到了这个帖子的 IP 地址。报告，发帖人就是在东洋，定位就在领风组的总部大楼前。报告定位核查无误，是否调集力量进行抓捕？一个身穿情报局黑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就站在指挥部的大屏幕前面，他的表情沉静，长时间都没法一言。此人名为豪斯，是雷蒙情报局的实权副局长之一，东亚事务一直都是由他来分管。在以往，东亚一直是平静无波澜，豪斯每天也是轻松舒服。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他成为了情报局里最苦逼的副局长，没有之一。
沉默了许久，他才感慨着说道：考克斯失联，亚当斯失联，卡希尔失联，东亚就像是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等待着吞噬我们。豪斯副局长，请问我们是否要抓捕影子？行动组的负责人又问了一遍。豪斯扭头看了一眼对方，淡淡说道：亚当斯和卡希尔联手都败在了影子的手下，难道你认为我们还能派出比他们更强的战斗力？更强的战斗力倒是还有一个，就是常年跟在雷蒙局长身边的，除了亚当斯之外的另一个保镖，但那位就不是豪斯副局长能指使得动的了。可是啊，我们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这行动组长说道。这2天来，整个雷蒙情报局都处于极度憋屈之中，可空有一肚子不爽和怒火，却根本无处发泄。他们在东洋的调查体系全部崩溃，根本找不到影子在哪里。可现在即便找到了，却很悲催地发现打不过。那是考克斯少爷的个人行为，违背了局长事先定下的大战略，我不能让他把整个情报局拖下泥潭。豪斯在这一点上和断臂跑路的亚当斯是持同样观点的，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都很瞧不上考克斯这个大少爷。此言一出，指挥部大厅顿时一片安静，落针可闻。那个考克斯毕竟是雷蒙的亲儿子，豪斯居然说出了这种推卸责任的话，不怕事后受到局长大人的严厉惩罚吗？然而豪斯却毫不在意周围的眼光，他淡淡道：更何况现在尤利亚小姐还在东洋，我们如果冲动行动，再次惹怒了影子，影响到了尤利亚小姐的安危，又该谁来承担责任？我吗？对于豪斯的这句话，在场的众人没人敢直接回答，现场再度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过了良久，豪斯才说道：把在东亚的所有力量都调集到东洋去，静观其变，顺便保护尤利亚小姐。我们虽然损失惨重，但不能变成聋子瞎子。那行动组长得令之后，又说出了心中的一个疑问：豪斯副局长，之前不是传说咱们的传奇 S 级调查官星辰歌者这次要出手的吗？情报局在东洋都已经溃败成这个样子了，歌者大人还在等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歌者肯定没出手？豪斯冷冷说道：以你的级别，不该打听的事情不要打听。此时从领风组总部大楼里涌出了一群社团打手，他们手持甩棍冲到了上百名记者面前，见人就打。也不知道是不是领风组提前跟警视厅那边沟通好了，现场连一名维持秩序的警察都没有，现场瞬间变得一片混乱，有好几名记者被打翻在地，满脸皆是鲜血。有的记者害怕挨打，已经忙不迭地开始撤退了，但同样有很多记者趁机举起相机，想要记录下领风组的暴行。双方的战斗力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结果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还在拍照录像的记者挨揍挨得更狠，现场一片鬼哭狼嚎，惨叫连连。而这个时候正好有一名打手冲到了苏无忌的身边，他拿起甩棍就要往苏无忌的脑袋上抽去，可是他的胳膊还没来得及抡下去，便感觉到了肚子上陡然一凉。这名打手低头一看，赫然发现自己的肚子上已经被横向划出了一个大口子，连胃都给剖开了，鲜血汩汩涌出。苏无忌也不要这打手的命，此刻他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好几米之外，
手中的匕首直接捅进了另外一名打手的肾脏。捅进去之后，刀柄在苏无忌的手中一转，刀锋直接在后腰绞出了个大血窟窿。这名打手瞬间感觉到浑身无力，剧痛之下忍不住地惨叫起来。他甚至都没看清楚是谁捅的自己。而2秒钟后，苏无忌手里的匕首又捅进了第3人的右胸口，肺部直接被扎穿了。2分钟过后，领风组那几十个打手起码有一大半都受了刀伤，他们根本没有力气再殴打那些记者们了，甚至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打手们只是隐隐觉得，似乎有一个没有曝光的影子正行走在他们之间，轻松地制造了这一场大逆转。而被打急眼了的记者们早就热血上头，纷纷捡起棍子朝着这些打手们的头上狠劲砸着，攻守一行了。苏无忌又捅了3个人之后，把匕首随手塞到了一名正打得起劲的男记者手里，趁着混乱转身走进了这总部大楼里。这男记者也是够勇的，也不管是谁把匕首给自己的，拿起刀就朝着领风族打手的身上捅去。领风族总部大楼一共11层，此刻顶层的落地玻璃窗前站着一个身穿黑色武士服的年轻男人，他就是领风组社长的小儿子武田风雨。最近领风组的一系列决策都是出自于他之手，包括早晨的爆炸就是他拍板的。此人行事极其狠辣、直接，心眼狭窄，睚眦必报，对华夏有着极强的敌意和野心。在领风族几大继承人里，目前武田风雨占据最优势地位。一群废物，一群废物！武田风雨气得怒骂道：“50个打手打不过100名记者。”下面那群杀红了眼的记者们已经彻底把几十名打手打趴下了，正拿着甩棍准备冲进总部大楼了。派武士下去，把这些记者全部杀光。武田风雨狠狠说道：“敢冲击领风族总部，他们有几条命？”一旁的中年武士连忙说道：“少主，千万不可！国际上正愁没有证据将我们定性为恐怖组织呢。我们现在必须隐藏锋芒。”武田风雨吼道：“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骑在我头上？这个危机要是处理不好，我的继承之路就彻底废了。”在早晨的恶性爆炸之后，领风组内部对武田风雨不满的声音也有不少，毕竟这一下太过于过激了，直接把整个势力推到了反恐问题的风口浪尖之上。而且还有强大的深田家族一直在背后推波助澜，要是真的把领风组定性成恐怖组织，那么大家都别活了，多年的努力尽皆毁于一旦。那这群记者怎么办？武田风雨说道：“难道还要让他们继续冲击总部大楼？去！”中年武士说道：“少主，咱们现在立刻撤离，避避风头。随便这些记者怎么冲击，这里人去楼空，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忍气吞声，根本不是我武田风雨的风格。”这武田风雨嘴上虽然这样讲，却也明白这就是眼下最好的选择。说罢，他扭头就走。这名中年武士立刻跟上，两人进入了电梯。可是就在电梯刚刚下降2层之后，忽然停住了，灯光全灭。怎么出故障了？中年武士说着，想要掏出手机打电话找人维修。屋漏偏逢连夜雨，武田风雨恼火之极，狠狠一拳砸在了电梯门上。砰！下一秒，轰！剧烈的火光从领风族总部大厦9楼的位置爆发了出来。